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渐渐暗淡，车水马龙的喧嚣终于停歇。收音机前的你，或许刚刚结束一天的疲惫，或许正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在回家的路上，或许正独自面对空荡荡的房间。欢迎来到深夜电台，我是你的声音陪伴。今晚我想邀请你卸下防备，深呼吸，我们一起去见一个人。你一定在课本里无数次背诵过他的名字，他写下了世间最豪迈、最深情的文字，他却度过了最跌宕、最充满苦难的一生。他是大宋王朝最璀璨的星辰，他也是权力斗争中最落魄的囚徒。闭上眼，让画面在脑海中慢慢定格。那是建中靖国元年，常州城酷暑的余威刚刚褪去，空气中透着难以忍受的闷热与死寂。一间极其简陋昏暗的客房里，正在举行一场几乎无人知晓的葬礼。没有百官辍朝，没有帝王哀悼，甚至没有多少亲友赶来送行。破旧的木板床上静静躺着一个形容枯槁的老人，他闭着眼，满脸沧桑，气息全无。曾经挥斥方遒的双手，如今无力的垂落。史书翻到这一页，只留下冷冰冰的几个字：卒，年66，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那些权臣死时，京城罢市；那些庸才死时，风光大葬。而他这位名满天下、才华横溢的文坛领袖，他的落幕却寂静的让人心碎。客观的史料像一把冰冷生硬的铁刀，无情地切断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可是在这巨大的令人窒息的情感留白背后，是一座曾经猛烈喷发的火山，是一个时代最深沉的叹息。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他生命的最初，四川梅州，一个偏远封闭的小城，四周被连绵的群山死死环绕。当时的北宋看似繁华鼎盛，但文坛却如同一潭死水，庙堂之上充斥着晦涩难懂的陈词滥调，规矩森严，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没有显赫的门阀背景，没有通天的政治人脉。按常理推断，在那种令人绝望的环境下，他的一生本该一眼望到头，苦读诗书，科举及第，做一个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小官，在浩瀚无情的官僚体系中慢慢被磨平棱角，慢慢熬白了头发，最终化为历史尘埃里微不足道的一粒沙，连名字都不会留下。可是命运的齿轮总是充满着荒诞的戏剧性。嘉佑2年，京城汴梁，那是一场足以改变中国文化史的科举。考场上，他提笔挥毫，文章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势不可挡。主考官是文坛绝对的巨豹欧阳修，看到这份卷子，欧阳修激动地拍案叫绝，但他以为这是自己得意门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强忍着激动，只给了第2名。这是何等荒诞的偶然，却将他一把推上了帝国最耀眼的舞台。皇帝宋仁宗看到他的文章后，退朝回到后宫，激动地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物色了2个太平宰相。那一刻，他光芒万丈，他像一颗熊熊燃烧的巨大陨石，狠狠砸入北宋原本死气沉沉的湖面。他开始了肆无忌惮的野蛮生长，他身上有一种可怕的、致命的纯粹，这种纯粹让他本能地藐视一切陈规陋习、新党当政。王安石大刀阔斧改革，他不顾个人安危，上书直言新法的弊端，哪怕得罪权臣。后来旧党复辟，司马光疯狂清算政敌，他又站出来拼命维护新法中真正有利于百姓的部分，哪怕得罪恩师。他太极端了，他不站队，他不结党，他只站在良知和事实这一边。在那个非黑即白的政治泥潭里，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异类，他是一个与体制格格不入的天才。这种反叛，这种近乎天真的纯粹，最终逼出了他生命中最绚烂的火花——黄州赤壁。这是他被贬谪的流放地，也是他生命疯狂燃烧的巅峰。他被剥夺了官职，停发了俸禄，昔日的朋友纷纷如同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他。他带着一家老小，在东坡的荒地上开荒种地，烈日当空，汗如雨下。他的双手布满了粗糙的老茧，他的内心却迎来了真正的核爆般的爆发。那个秋天的月夜，他驾着一叶扁舟，面对滔滔不绝的江水，面对陡峭森严的赤壁，他写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何等狂放的文字，何等热血的嘶吼！这不仅是一首词，
这是他用体能的极度透支，用精神的濒临崩溃，用抛弃一切退路换来的生命结晶。他用彻底的绝望喂养了不朽的伟大。可是笔锋一转，现实的引力总是残酷的，天才的阴暗面往往就是他最大的优点。他太锋芒毕露了，他的才华像锥子一样掩盖不住，他的牢骚也从不加掩饰。他不吐不快，他写诗嘲讽时政的荒谬，他写诗感慨民生的多艰。在世俗庸人的眼中，这叫恃才傲物；在冷酷政客的眼中，这叫大逆不道。著名的乌台诗案爆发了，只因为几首随性而作的诗，他被御史台的官差像抓流浪狗一样锁走，连夜押解回京。在阴森的诏狱中，他受尽折辱，几度面临死神的凝视，他甚至写好了绝命诗。他不加掩饰的锋芒，终于为自己埋下了最致命的祸根。此后，他被一贬再贬，从黄州到惠州，从惠州到荒凉的儋州，一次比一次偏远，一次比一次让人绝望。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在北归的艰难途中，他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轰然倒下。他的死看似是突如其来的，但这消亡的背后有着极其冷酷的双重结构。从生理现实来看，是长途跋涉的极度劳累，是南方恶劣瘴气的长期侵蚀，彻底摧毁了他的身体。但更深一层的恐怖逻辑是深不可测的人心，是无休无止的党争绞肉机，是整个庞大官僚社会对异类本能的排斥与绞杀。一个极度纯粹的灵魂，注定无法在肮脏龌龊的政治生态中安然存活，个体的惨痛悲剧最终不可逆转地升华为历史的必然。但是今夜，当我们跳出历史厚重的迷雾，用现代人的哲理视角去重塑这场悲剧，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也许根本不是遗憾，也许迅速的陨落和终生的流放才是老天对他最大的成全。试想一下，如果他一直留在繁华的京城，如果他一路高升，稳稳做到了宰相，他还能写出震撼人心的《赤壁赋》吗？他还能保持那份天真烂漫的真性情吗？权力的黑色染缸会慢慢侵蚀他高洁的灵魂，世俗的潜规则会一点点磨平他骄傲的棱角，他会在长久而痛苦的妥协中变成一个面目模糊、满腹算计的官僚。他的晚年注定会陷入无尽的权力倾轧与悲凉之中。正是因为被无情的放逐，他奇迹般的避开了世俗的搓磨，他永远定格在了生命最灿烂、最真实的时刻。他没有被庞大的体制吞噬异化，他用一生的颠沛流离保全了最完整的自我，完成了灵魂的终极升华。收音机的电波跨越了1000年的冰冷时空，在这一刻静静连接着你我。我知道今天白天的你也许刚刚违心的经历了一次妥协，你也许在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感到严重的内耗，你也许为了微薄的薪水不得不戴上伪善的面具，对不喜欢的人微笑，你感到深深的透支骨髓的疲惫。但是请你闭上眼想想他，想想那个在狂风暴雨中拄着竹杖穿着草鞋艰难前行的孤傲身影，想想那个在泥泞不堪的绝境中依然能笑着写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伟大灵魂。他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告诉我们，即使世界再残酷无情，即使命运再变幻无常，我们依然可以在内心深处的角落保留一块绝对干净的领地，在极度疯狂的内卷中保持哪怕一丝丝的纯粹，勇敢地接受命运的无常起落，温柔地与那个并不完美、经常犯错的自己和解。愿他跨越1000年的精神，化作今夜照进你房间的一道微光，穿透你心底所有阴暗的雾霾，彻底驱散你白天积累的所有焦虑。夜已经很深了，窗外的风也停了，放下白天所有的沉重与不甘吧，闭上眼睛，安静的休息，做一个好梦，晚安。